大家好，我是热爱格斗的黑大白，欢迎收看夜话格斗。本期视频我们继续谈谈齐马耶夫对阵杜普莱西斯的赛前技术解析。最近呢，有一种论调说杜普莱西斯一旦熬过了第一回合，后面呢他将接管比赛，齐马耶夫将会在战力中被打得节节败退。所以各位拳迷朋友都是在分析杜普莱西斯能否扛过第一个回合。鄙人要说的是，其实绝对不仅仅这么的简单。首先，我们先给杜普莱西斯定个调，他是一位重击能力出色的进攻型选手，但他有一个很明显的特色，就是他的体能属于回归型。由于杜普莱西斯的力量大，身体维度特别大，所以呢体能消耗非常的快，但又拥有很特别的体能回归能力，让他在比赛的后半段能够持续打出重击，击垮对手。其实有不少的选手都是体能回归型，但是很少有像杜普莱西斯这样体能空窗期极其明显的表现。杜普莱西斯在首回合以往的表现需要凭借力量去打比赛，他的速度和反应其实都不理想，属于重装坦克类型，并且杜普莱西斯的距离感也不细腻，属于冲击型打法。他的重击主要来自于脚下的弹射，将自己的重心抛出，拳头的力量包含了身体的重心，所以打击质量很高。但这种打法最大的弊端就是会吃到较重的迎击，同时呢，由于动作幅度过大，一旦扑空会消耗不少的体能，所以在首回合面对站立打击能力比较精确的选手，点数上杜普莱西斯其实是不理想的，甚至节奏也含糊。面对达伦皮尔和惠特克，首回合的杜普莱西斯拥有着缠斗力量的优势，于是拿下了回合。但面对齐马耶夫，大概率只能做缠斗防御了。若能够尝试用力量进攻齐马耶夫，那算得上是惊天喜讯了。杜普莱西斯的体能依据首回合的强度会出现一定的弹性，高强度的比赛会在第二回合出现体能交替期，能够主动掌握节奏的比赛会在3、4回合出现体能交替期。按照理论上的推算，与齐马耶夫比赛的体能交替期应该会出现在第2回合到第3回合。这时杜普莱西斯的动作形变很大，但依然保持重击能力，但技术体系和距离展现得很不好，所以在2、3回合，齐马耶夫依然有机会通过缠斗磨下比赛，甚至拿到比首回合还要有优势的位置，降服威胁依然不小。在齐马耶夫的职业比赛中，第2、3回合终结对手的案例很少，但并非做不到，因为他在之前面对乌斯曼和伯恩斯，恐怕在第2回合的体能状态上都会比杜普莱西斯更好一点。杜普莱西斯有一个数据目前在中量级名列前茅，那便是每分钟有效打击数高达 6.12 次，曾经的有效命中率高达 54%， 位列排名内第2。但经过与黑龙的一战之后，有效打击命中率下降到了 49%， 这个数据倒也不算差。这种打击比较精准，而且重击效果明显的站立重炮手，从战力层面一定是会给齐马耶夫很大威胁的。所以呢，齐马耶夫一定不会从战力上进行太多的碰撞，应该可以针对参考乌斯曼时第2回合的表现，那便是站立防守打牵制，拖延时间，缠斗进攻拿分数。杜普莱西斯明显是那种越战越勇型，到后期第4回合的体能回归是非常可怕的能力。2次对阵巴主时的表现，以及对阵黑龙的打法，让我们感受到了他后半程的能力。一番战巴主，首回合严谨被刺拳打肿，但第3回合奇迹般的消肿了一些。凭借第4回合和第5回合的重炮能力，让巴主彻底挂了彩。甚至第4回合把巴主逼得放弃了少女报价，用出了曲臂防御。2番战巴主通过冲击重击频将对手击退，在第4回合虽然露出明显的疲态，但在比赛的后半段打伤了巴主的鼻子，所以以较大的优势拿下了比赛。对阵黑龙亦是如此，明明已经露出了疲态，我们以为黑龙将接手比赛节奏时，突然体能回归，冲击爆发了一轮，速度同时下降的黑龙吃到了关键的重击，于是很快倒下被降服。所以我们可以认为，杜普莱西斯大概率会在3、4回合的某个时间段里体能回归，打出成吨的暴击伤害。这时就要考虑齐马耶夫的抗击打能力能否撑得过比赛的后半段。
杜普莱西斯的风格就是如此，比赛初期有力量打冲击，但因为对手反应较好，所以优势并不明确。比赛中期体能交替，状态很差，会被重击频频命中，而到比赛后期体能回归，打出强力的重击，通过关键重击打掉对手的状态或终结对手。所以我们可以把杜普莱西斯归纳为依赖重击打出效果的重炮手行列。大多数的重炮手重击优势在前期，杜普莱西斯却在后期。大多数重炮手体能不好，但杜普莱西斯可以体能回归。大多数重炮手以防反和阵地战为主，杜普莱西斯却是冲击进攻型，这就是他与传统重炮手不同的地方，也是他独特的优势和威胁。对于杜普莱西斯而言，命中率一般无所谓，可以用主动频频出击去弥补，所谓久守必失，能够通过距离控制和防御挡得住一时，可一旦被杜普莱西斯重击有效命中，就会被打掉好多状态，甚至被终结。齐马耶夫这场比赛后半段一定很不好过，前半段应该是优势不小，但鄙人依然稍微看好杜普莱西斯一点点。其核心原因就是主要在后半段的打击优势和超长的血条。如果说出现了终结，齐马耶夫的终结应该出现在前2回合，杜普莱西斯的终结应该出现在后2回合。但2回合的齐马耶夫打出终结的概率要高于杜普莱西斯后2回合的概率。毕竟之前杜普莱西斯的缠斗意识太差了。我是热爱格斗的黑大白，我们下期再见。